据外媒防务新闻1月17号的消息称，目前乌克兰知名的航空发动机制造商马达西奇公司已同中国签订了一份新的协议。该协议中说明了前者将向中国供应400台 AL322 发动机，合同总金额约为8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0亿元。对于这家濒临破产的公司而言，这笔订单无疑不是救命的稻草。据了解 ，AL322 发动机在中国主要作为洪都集团教练10高级教练机以及猎鹰双发标配的引擎。同时，随着中国先进的战斗机数量的不断增加，对优秀飞行员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按照1000架先进战机来算的话，教练10的需求未来将高达200架以上。每架飞机要用2个引擎。再加上备用引擎，这就意味着哪怕除开猎鹰的话，教练10也需要400到600个引擎。所以说，此次购买基本满足了教练10未来10年内对发动机的需求。但相信会有很多人想不通，那既然教练10作为一款重点机型，为何它不像歼10、歼11那样把发动机国产化呢？这些年来，中国在航发技术上不是已经突飞猛进了吗？像涡扇10C、涡扇15和涡扇18，应该早就看不上乌克兰的航发才对。而且明明马达西奇的事儿还没完，钱都还没有赔，现在中国又花50亿买乌克兰的发动机，却不用中国产航发，这到底是为何呢？事实上，一码归一码，而且不是不用国产发动机，而是这次看不上乌克兰航发了。需要知道的是 ，AL322 发动机装备面非常窄，虽然其采用了模块化设计，还有大量的新技术和新材料，使得 AL322 发动机的基本型推力到达了2600公斤，加力型的推力甚至有4200公斤。但在当前中国战机装备体系中 ，AL322 发动机仅能与教练10进行配套使用，其他机型根本用不上。所以 AL322 发动机买一些也无妨，毕竟乌克兰这种发动机产线成熟，成品质量可以保障，而中国根本没有时间研发这些。目前中国的空军是机等人的一个状态，空军对飞行员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如果中国研发自己的国产引擎的话，研究出来至少要等上3到5年。如果想要装备，再等上2到3年，这非常的不值当。俗话说得好，必须国产的，中国拼尽全力也要国产；不那么必要的，中国现在也不缺那几个钱了。这一切都为了中国的快速发展。在1月14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即使德国科学家花了2年时间努力，但是 NASA 洞察号火星探测器装备的鼹鼠载热探测器无法钻探，在试图钻入火星伸出探测温度任务失败后，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将彻底放弃火星钻探装置。然而在1月17日，更是引发广泛关注，美国的阿尔泰弥斯号登月计划一项重要测试失败，太空发射系统一项重要测试失败。当天凌晨，在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斯坦尼斯航空中心B2试车台上有4台 RS-25 发动机点火，原本计划是4台发动机持续发动485秒，但是4台发动机试车仅1分钟就停车了。在 NASA 播出的来自控制间的一路信号中，控制人员在点火后约45秒报告称，4台发动机中有1台发生主要部件故障，发动机在约20秒后关机。测试草草结束。原本按照 NASA 计划 ，SLS 火箭将搭载阿尔泰弥斯号在今年年底实现无人登月，现在还不清楚今年是否能顺利执行。如果重新测试，发射可能又要推到2022年。SLS 火箭和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土星5号相似。SLS 火箭作为继任者，号称史上最强运载火箭系统。对此 ，NASA 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回应称：“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获得了大量数据，能够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丧事喜办的风格确实有印度人的味儿了。如果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在科研道路上的失败都不会引发争议，但正因为发生在美国，一时间48年前登月事件再次引发质疑。对此，有美国人表示，这是经过往复试验的发动机，为何他们现在忘了如何运行它？50年
年来最大的测试，那阿波罗号是如何在那么短时间克服那么多地域困难，而我们在2021年却连这都搞不定，我好郁闷。对于上世纪70年代就能把宇航员送入月球的 NASA， 现在却搞不定以前的技术，确实引发争议。一方面分析称，美国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出现了技术人才断层，在苏联解体后，美国目标丧失，预算缩减，人才流失，连续空间站都要靠俄罗斯火箭。等到一些航天大国开始崛起时，美国才有了危机感。但没有几十年的系统工程验证和积累，对美国而言重拾起来也很吃力。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一般都有大量技术图纸留下，也有大量资金注入。美国重返月球叫了这么多年，却推迟了这么多次，为何现在却搞不定了？在煽动冲击国会大厦后，美总统特朗普成为众矢之的。虽然他就像秋天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但在本周三将举行美国新总统交接仪式，整个美国还是进入了高度紧张状态。暴力和潜在动荡给拜登入驻白宫，同时也给特朗普重返私人生活都添上了阴影。近日，美国国会山报记者称，整个华盛顿看上去就像一座武装营地，将由2.5万国民警卫队部署到华盛顿特区，保卫美国仅存的民主。在华盛顿街道上，军用车封了主干道，著名建筑布满栏杆，战机在跑道就位，以迎接100万民兵的游行。这些100万民兵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但特朗普却在慌不择路。据白宫一名工作人员消息，出于安全考虑，特朗普已经要求他的家人和朋友前一晚离开白宫，还放出一群人等着上飞机的画面。而特朗普本人早就表示不会参加大典，不仅不参加就职大典，还没邀请拜登夫妇到白宫做客，也没和拜登通过话。目前几乎所有行事作风都离经叛道，本来计划在19日离开，但推到了就职大典当天走，而且离开时间就是大典前几个小时。从白宫离开后，他将先去安德鲁联合军事基地展开告别活动，然后飞往佛罗里达州。外界称，特朗普没有留在老家纽约，一家人实则是去了佛罗里达州避难。前不久，一则视频引发热议，在特朗普煽动支持者围攻国会大厦，并造成5人死亡的时候，其家人却在后台嬉笑打闹庆祝生日，让美国人愤怒到了极点。有人呼吁把特朗普一家关进监狱，有人表示特朗普家族不敢再继续留在纽约，将仓皇出逃。目前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已经下了逐客令，声明称纽约市不再与特朗普集团有任何业务联系，因为其煽动叛乱构成犯罪。与此同时，纽约的精英圈子也容不下他们，墙倒众人推不过如此，而且佩洛西不可能就此作罢。他一开始就要求彭斯罢免特朗普，而且部分参与国会叛乱的暴徒和幕后黑手都将面临逮捕或拘禁。一心让特朗普锒铛入狱的佩洛西肯定还有后招，他在任4年留下了什么？显然，目前美国已经支离破碎，疫情失控，社会撕裂，政治倾轧，群体对垒，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